是算无一策、精彩绝艳的谋士梅长苏，他是胸怀信仰、隐忍潜伏的伪装者明台，他经历生死关头，因梦想而重生。他是从古装剧小鲜肉到实力派励志典范。今天芊芊就给你们讲一讲胡歌的那些故事。胡歌1982年9月20号出生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父亲是一个网球教练，母亲则是一名教师。胡歌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被上海广播电视台小英心艺术团选中。那年上海有3万多儿童去考，最后只录取了60名，而胡歌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14岁的胡歌成功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招聘中学生主持人中突围而出，当选该台阳光少年栏目主持人，并且在这个小主持人的行业上做了几年。同时，他曾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身兼多个栏目的主持人和记者，做过杂志的学生编辑，在徐汇区少年宫话剧社演出的话剧《红手绢的故事》获得了上海市第2届学生艺术节话剧专场1等奖。2001年，胡歌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专业成绩是第2名。后来又去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面试，考了第3名。因上戏老师的劝说和家庭原因而选择留在上海。2005年，23岁的胡歌主演了古装仙侠剧《仙剑奇侠传》，胡歌成功塑造了豪爽深情的李逍遥，进而成名，并演唱该剧插曲《6月的雨》《逍遥叹》。观众们也深深被胡歌的演技还有颜值所吸引，本以为《仙剑奇侠传》是仙侠剧的开始，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巅峰。无胡歌不仙剑，这句话不仅是对仙剑的渴望，更是对胡歌演技的认可。6月6日，在第2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获得内地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和内地最具潜质新人奖2个奖项。10月25日发行首张 EP 专辑《珍惜》。正处于事业高峰的胡歌接拍了根据金庸名著改编的《射雕英雄传》，本来该剧可能会是胡歌事业的另一个巅峰，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胡歌前进的步伐突然停顿。胡歌身受重伤，与他同行的女演员张冕抢救无效去世。此番车毁人亡的飞来横祸，让正在拍摄的《射雕英雄传》不得不停下来。在长达1年的治疗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而胡歌在等待复出时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他无数次的想过要放弃郭靖这个角色，甚至放弃娱乐圈。经纪人非常坚持让胡歌出演郭靖。胡歌对经纪人说，如果自己一直好不了，射雕也不能不拍呀，请求他们换人吧。但是经纪人却很坚决地跟他说，那就一直等到他好为止。剧组也停拍射雕，等待胡歌恢复。金庸先生送给胡歌16个字：度过大难将有大成，继续努力终成大器。胡歌受到莫大的鼓励，最终胡歌也没有辜负他们，完成了拍摄。胡歌饰演的郭靖虽然不能称为经典，但是按照气质和颜值来看，说他是最帅郭靖也不为过。2009年6月28日，胡歌主演的《仙剑奇侠传3》播出，该剧堪称仙侠剧经典之作。胡歌在车祸毁容之后便开始自行磨练演技，之后他的演技有了非常大的提升。2010年11月13日，在第4届华鼎奖上，《神话》获得传奇题材类最佳电视剧，胡歌凭借该剧获得传奇题材类最佳男演员奖。2011年12月，在2011优酷大剧盛典上获得优酷指数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在2011年国剧盛典上获得内地年度网络最受欢迎男演员奖。2012年国剧盛典获得年度最具人气男演员奖。2013年凭借在2部话剧中的表现获得2013年 BQ 红人榜年度话剧红人奖。2015年，胡歌和靳东、刘敏涛主演的谍战剧《伪装者》，在剧中，胡歌饰演弟弟明台，那段明台和于曼丽双人枪战的戏，胡歌饰演的明台眼里透出浓浓的血腥戏。那段明台目送姐姐时，虽然没有台词，但是胡歌的眼神满满都是戏。后来，胡歌和刘涛、王凯等出演《琅琊榜》，胡歌用沉稳、内敛、摄人心魂的演技，赋予梅长苏灵魂，赋予梅长苏以生命。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胡歌也凭借角色梅长苏荣获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优秀男演员奖。胡歌出道以来有2次大范围圈粉，一是《仙剑》里面活泼帅气的景天，二是《琅琊榜》中沉稳机智的梅长苏。这2个角色毫无疑问是招人喜欢的，尤其是后者几乎男女通吃。这2个性格不同却让人喜欢的角色，让胡歌变成了实力演技派。胡歌现在已经40岁了，但是还是单身，很多粉丝都为他着急。众所周知，胡歌是个万年单身狗。胡歌身边众多好朋友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可是在强势的胡妈妈干涉下，胡歌至今没有稳定的恋情。说起胡歌的第1段恋情，胡
胡歌和薛佳凝曾经被称为娱乐圈最意难平的爱情之一。胡歌和薛佳凝两人是2006年在一起的，当时是胡歌探班袁弘，薛佳凝刚好在同一个地点拍摄。当时薛佳凝已经出名，而胡歌还只是影视学院初出茅庐的学生，即使地位悬殊，但是两人很快陷入热恋。在胡歌大火的时候，薛佳凝没有借机炒作自己，反而为了胡歌的发展，把这段感情隐藏得更加严密。本来一直进行着地下恋情，不料胡歌出了一场大车祸，薛佳凝在得知消息后，不顾亲戚家人的强烈反对，第一时间坐飞机赶去了医院。进医院时被门口蹲的记者拍到，当时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薛佳凝，为了全身心的照顾胡歌，她做出了歇业1年的重大决定。她全然不顾这个决定对以后的她会有多致命的打击。在她近1年的细心照料下，胡歌痊愈出院。大家都认为经历过生死患难后，这段感情自然会水到渠成，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惜事与愿违，这次事件过后，两人事业均受重创，事业不顺，两人在生活上也产生分歧，尤其是胡歌的母亲始终不认可这段感情。就这样，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两人遗憾分开。多年后，胡歌接受采访时提起这段感情，他也止不住的流下了眼泪，并坦言他是真的很好。他真的是很好。一句他真的很好，透露了多少无奈。胡歌在录制一档访谈节目时被问到30年中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他说那件事出了以后，他感谢过很多人，但没有在公开场合感谢过他当时的女朋友，这是他最遗憾的。也曾在媒体前公开说薛佳凝是他最难忘的人。分手后，薛佳凝的事业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胡歌半句。胡歌因为《琅琊榜》再度爆红时，媒体再次把目光放到了薛佳凝身上。这时候的薛佳凝已经大半年没有工作了，当时他无论说点什么，只要捆绑一下胡歌，工作名利一定会再次找上门来。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当时薛佳凝被记者堵在那儿，不得不接受了采访。记者问最近那部很火的电视剧《琅琊榜》，薛佳凝看了吗？薛佳凝说胡老师的戏她看了一点，她作为好朋友特别为他高兴，她演出了自己一直希望的。她对自己是非常有要求有梦想的人，作为一个演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作品上让别人喜欢，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而且也希望好好去保护。还表示他现在非常火，自己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此言一出，网友禁不住感叹，盛赞这个善良的姑娘的确不蹭热度不赚话题。当大众都知晓他们的一段旧事，瞪大眼睛屏息等着一场好戏时，他却淡淡的以胡老师和好朋友相称，表达祝福，避谈过去，为对方着想，克制而有理，是一个爱过的人非常智慧的做法。薛佳凝可谓是史上最佳前任，在和胡歌的这段恋情中做到了问心无愧、专注而洒脱，对待感情始终有着自己的坚持。据说曾有媒体以做封面人物的条件想约薛佳凝的专访，让他来谈一谈与胡歌的那段过往，被他一口回绝，那是属于他的经历，不会拱手出让，成为别人口中随随便便的谈资。他的爱始终远远的，给人温暖而不带负担。分手13年后，两人再次同框。6月4日，一网友发现胡歌去看了薛佳凝主演的音乐剧，在观看过程中，胡歌一直在默默地拍摄薛佳凝。音乐剧结束后，他与台上的很多演员进行了合照。他当时站在薛佳凝的身后，并且笑得非常开心，大家纷纷猜测两人是否和好。但是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不止一次说过，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也不会了，就对，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看来复合是无望了。而且现在薛佳凝一心修佛，在2017年12月8日，薛佳凝报自己已皈依佛门，并已修行近1年的时间。在他的微博中，他经常分享旅行，热心公益。薛佳凝是信佛的，关注了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他说自己每年都会进藏，最喜欢的日子是在西藏，每天早晨起来打坐，然后看书、吃饭，再打坐，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内心十分平静，像重新被洗过一样。胡歌因为《仙剑奇侠传》大火，被标榜无胡歌不仙剑。直到《琅琊榜》播出后，胡歌成功转型，胡歌事业一帆风顺，可是他的感情一直没有稳定。关于仙侠剑鼻祖胡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